你以后要好好保养它，千万别刮花，别磕了碰了，说不定我跟他还能再续前缘。放心吧，我的车我会好好保护的。之前跟你商量那么久，碰都不让碰，这次怎么肯割爱了？关你屁事儿！赶紧打钱，省得我后悔。得，不过这车都卖了，焦总以后怎么上下班啊？你怎么那么事儿？那多少钱？回来啦。嗯。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骑上摩托车了？骑摩托车挺好的呀，不无聊，不堵车，能甩个拉风。该不会是把车卖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真把车卖了呀？嗨，还有一辆破车而已嘛，卖了就卖了。再说，这是林助理第一次因为工作上的困难向我求救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可是那是你24周岁的生日礼物，怎么可以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再说了，那辆破车我早就开腻了。你看我现在穿上这一身，然后再开个摩托车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是不是又被我给迷住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捐款的事儿不是由你全权负责吗？不过这样确实还不够。啊？这样还不够啊？那怎么办呀？公益活动的组织最多是打消民众对环境的顾虑，但接下来的重点是如何给董事会一个交代。你知道吗？锦兰的价值其实远不止于此。据我查证，现在已经有科研团队在着手做锦兰的人工培育产业化。如果我们能抢占先机，未来就可以瓜分一大部分市场。对啊，这样一来，不仅可以解决悦榕的盈利问题，还可以堵住董事会的悠悠之口。等我们实现了人工培育，世人们一定会被锦兰的美所震撼。爸爸，锦兰真的存在吗？小军，锦兰可是这世界上最美的花，总有一天，爸爸会找到它，让世人为它的美所震撼。锦兰不仅仅是一种观赏类的植物，它的用途其实还十分的广泛。江阳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锦兰的用途非常广泛。现在一株难求的锦兰不仅可以实现人工培育，在未来更可以高达单枝数万元的价值。单枝数万元。虽然我相信锦兰在未来的前期前景可观，但这个价格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？一点都不夸张。我跟你说，锦兰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，它在医疗、医美领域也有很高的利用价值。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前景非常可观。你怎么对锦兰这么了解？看书，有一本书上专门预测了未来10年锦兰的发展前景。有这样的书吗？有，当然有。哎呀，焦总，你没事少看点心灵鸡汤，多看点有用的书吧。也不早了，我该洗澡睡觉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说，为什么拒绝我？因为我是来自未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在我们那儿都已经2020年了，而我呢，已经33岁了。林淼，难道你真的来自未来？
怎么对锦兰这么了解啊？有一本书上专门预测了未来10年锦兰的发展前景。你还记得在网上恭敬的那些人吗？那叫水军，在我们那儿很流行用这种手段的，你不懂。焦总，焦总，什么事？董事会认可了咱们的慈善捐款提案，说如果事情解决顺利的话，就准许我们继续推进永山庄这个项目。但如果没有解决的话，您就辞职。您也别太担心了。既然董事会让步了，就说明事情还有转机。而且刚刚我上来的时候，林助理还让我转告您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今晚我们会加班奋战，陪你一起共度难关的。哦。焦总，您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一直心神不宁的？哎，小倩，你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，就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，他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的？啊？那是哪个世界的？接着工作去。哎，等等！捐款的事情我自有安排，你先帮我查有人。现在吗？可是我待会儿……现在去吧。林助理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看看焦总的工作进度怎么样了。那个，因为焦总给我安排了其他的工作任务，所以我也不大清楚。其他的工作任务？什么任务啊？是锦兰的项目吗？这眼看就要停职了，还有功夫忙其他的事情，他在想什么呢？焦总，这是林助理完善好的捐款方案。啊，我先去看。还有，您吩咐我调查的那个事情，我会在今晚把搜集到的全部资料统筹好了，再给您过目。辛苦了，焦总，林助理还让我转告您，你也别熬得太晚了。3天了，我们在忙什么？